来到维也纳，除了饱赏音乐之外，有一个不能不去的地方，那就是多瑙河。一曲优美的蓝色多瑙河伴随着我们的旅程。我们一大早就出发，迫不及待地去看这条欧洲第二大河流。它发源于德国，贯穿10个国家，全长3000公里。我们先从维也纳搭车，沿途经过广阔的原野，还没收割的玉米田，排列整齐的葡萄园，还有田野中的村落。我们搭车2个多小时，来到了登船的码头休比斯。休比斯是一个可爱的小镇，自古以来都是个贸易兴盛的地方。小镇后面有大片的葡萄园，这里有千桶山之称，就是说山丘上的葡萄园每年可以生产上千桶的葡萄酒。这里也是奥地利国内少有的葡萄酒产区之一。我们的游览船还真大，码头上已经站满了等待搭船的游客。好，上船吧，我们的多瑙河之旅就从这里开始了。蓝色多瑙河这首歌大家都听过吧？但是多瑙河到底是什么样呢？就要亲自来到奥地利看一下了。我现在呢就在多瑙河上，大家看一看这里的风景是不是很美呀？多瑙河景色最优美的地段是从梅克到克雷姆斯的瓦豪溪谷。瓦豪溪谷又有闪烁银色光芒腰带之称，两岸绿树成荫，山坡上覆盖着成片的葡萄园，沿途点缀着可爱的村落，还有传说中的古城和历史悠久的修道院。这个隐蔽在岸边绿荫之中的小村落看起来很平常，但它却是闻名世界的沃尔道夫小村，以出土旧石器时代文物而闻名。眼前的这座古堡依山傍水，气势非凡。它是熊比尔城堡，在1820年建造，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了，但城堡却保存得相当完好。远远的，我们又看到另外一座古堡，它默默地耸立在山头，只有青松为伴。它是旧城堡，建于13世纪。大概中午时分，著名的梅克修道院出现在我们的眼前了。梅克修道院建于公元976年，后来毁于战乱，在18世纪得到重建。这座黄白相间巴洛克风格的建筑在多瑙河畔显得格外的醒目璀璨。不要以为修道院就一定是简朴的古堡，梅克修道院可是富丽堂皇的。当时院长计划要修建一座兼具艺术收藏和象征无上荣耀的圣殿。由于重建得到了当时罗马帝国哈布斯堡皇室的资助，也就是后来的奥地利国王，所以修道院内悬挂着他们的大幅画像。院内大厅的屋顶上会有彩画，
大理石的墙壁和地板看起来稳重和气派。飞行的小天使将人们的视线带入了天堂。四周布满了镀金的天使雕塑，这里的装潢绝不亚于皇宫的精美豪华。大名鼎鼎的国王走廊悬挂了奥地利历代国王的画像，100多尺的走廊挂满了600多年统治者的岁月。修道院里有很多地方并不对外开放，这些长长走廊的建筑物是修道士修身养性的地方，但看起来也很像皇宫的一角。在露天阳台可以欣赏到典雅的梅克小镇，充满了文艺复兴的气息。远望多瑙河，隐藏在绿荫之间。由于这里众多的美景和古迹，所以整个瓦豪西谷加上梅克修道院都是世界文化遗产之一。参观完梅克修道院，我们又回到船上，让我们一起欣赏一下蓝色多瑙河吧。